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了，不是让你没事不要到此吗？不是少爷让奴家来的吗？我太想你了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轻轻靠在男人身旁，粉面含春，仰头暗示道：少爷，老爷出门了，今日不会有人来打搅我们。奴家虽是老爷的妾，但爱的是少爷你呀。男人只当这女人又在耍手段，也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儿，面色有些不悦。但见到这张花容月貌之色，不知为何体内竟有些躁意。还不等他压制，女子大胆地踮起脚尖凑了上去。南宫长不知为何冲动之感越来越强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他环顾一周，想到这里是自己的地盘，哪里还能忍下去，咬着牙将人狠狠地扣在了怀里。少爷，你爱奴家吗？南宫长青筋直爆，手下动作不停，想也不想便道。不多时，下方一阵阵娇喘之音由急到缓，渐渐传来。高处假山遮挡下的亭台中，就算无人伸头往下看，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一众女子自方才南宫场出生之时，便听出了声音的主人是谁。老爷、姨娘、少爷，他们不敢置信地死死捂住了嘴，害怕自己会发出声响。苏锦深藏功与名，拿下耳内塞着的东西，轻声笑道：各位慢慢听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若是不过瘾，可上前站起身，这是身为贵宾席最好的福利哦。想来定能如你们所愿啊！对了，这债务可别忘了啊！也没再理会这群人如何惊惧。苏锦一个闪身，消失在了原地。自他离开以后，几道身影也闪出了南宫家，那里似乎解除了某种禁锢一般，人员都活动了起来。一声惊叫声响起，众女子皆以为自己被发现了，互相尖叫着跑了出来，一个接一个。南宫长只觉血液直冲脑门，身体猛地颤抖了起来，不多时便彻底瘫了下去。这戏如何？就问你过不过瘾？还行吧，大场面见多了，这都小意思了。宿主，你就不想知道后续的？引诱意味明显，显然还想去看现场版。想也知道的结局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说完不再理他，乐呵呵的去找他家夫郎。殿下吩咐之事一时办妥，南宫家在外的几条商路皆已截断，得殿下引荐之人甚是欣喜。南宫家暂时还没闻此消息，您看将消息传出去，后面则无需再管，自会有人想要踏上一脚。明觉思量片刻，又吩咐了几句，然而话音未落，崽子们一声惊呼声打断了思绪。他也不再多说，一个示意，来人退下，起身大步朝外走去。娘亲，先生动了，大宝看到先生动了，他是不是要醒来了？苏锦将视线看向另外两个孩子，见他们小脸红扑扑，一副兴奋的模样，便知道是没看错。这可是个好兆头啊！太医如何说？然而一提到这个，崽崽们垂着小脑袋，有些不高兴。他不信大宝说的，大宝没有说谎，先生有动的。爹爹相信大宝说的，娘亲也相信大宝这么厉害，怎么会看错？走，娘带你们去看看。威宁见三个孩子去而复返，连大元的太子太子妃都跟了过来，想到太医方才提到的事儿，难道真的是？几人走了进去，苏锦没有开口，他上前细细打量了一番，虽毫无异动，但那面色看着像是更有血气了，不似往日的苍白。三个孩子也围了上前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动不动，想要确定没有看错。直到眼睛酸涩，他们也没等来奇迹。孩子们有些失落，就在转身的瞬间，老爷子不知为何手指颤了两下，一直注视着的威宁神情激动地跨步上前，挥手便想要唤来太医。苏锦却一个眼神示意，将他打断，暗自摇了摇头。见苏锦摇头不欲多言，他暗下心思，没有再问。几人出了正殿，威宁这才问出了声：太子妃方才是何意？难不成太医有何不对？还没确定，但是太医院那些人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。系统曾同他说过，
每隔几日，老爷子所在的店外便会有一工人看似无意地打量着，也不靠近，就是盯着某处在看。他心中就有了猜测。太子妃从何得知？苏锦看了他一眼，敷衍道：猜的。想知道是不是有鬼？很简单，待会儿在那群太医面前只需……威宁神色一肃，却也没有反对，确实如苏锦所料那般，很快便有人忍不住动了起来。一则陛下病重的消息顺利传了出去。消息可靠，主子放心，宫内的那位太医递来的消息，想来不会有错。他这么长时间没有动作，等的便是这个。对于轩辕父，他终是不放心，他要的是一个肯定的消息。只要轩辕父一死，其余又有何惧？那人占据大梁江山几十载，残暴不仁，是该换个人做做了。通知临江太守可以行动了，兵马分散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大元那帮人无需在理，总要个名正言顺，这些人是再好不过了。男人计划的好，苏锦这边也顺势抓到了人，有系统盯着，不放过一丝意外。然而百般逼问刘太医，却只是问出些无关紧要之人。威宁心中愤怒，挥着大刀亲自走下了地牢，目光狠厉，定要将他嘴巴撬开。苏锦可不管他如何做，大步离去，心中却是没有意外。这位背后隐藏之人是他至今见过最为谨慎的，不仅没生气，心中还带着难言的激动。照这情况，他是要给自己憋个大的呢。然而直到推开门，女人笑容瞬间凝固，只见男人拿着桌案上的一叠东西朝他扬了扬。坐可闻其声，站可观其人，你想要的姿势他都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视线绝佳，贵宾席欠款人。他一路拿着这玩意儿，只顾和系统吹牛，竟然忘记收起来了。完了，大意了。这是那个啊，是别人欠我的。现在的人啊，就喜欢提前消费，就帮忙呗。这坐可闻其声，这般多人，宁可欠下巨债也要瞧的。想来定是什么有趣的戏曲了，不知我有没有荣幸随妻主一道去看上一看呢？散场了，下次我定叫上你。他神色专注地点着头，说的像是真有那么一回事儿一般。明觉淡然一笑，没有再说，转而道：妻主大人今日还真是辛苦了呢。苏锦见这话题过去了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不辛苦。娘亲，这都是我们从皇宫里找到的宝贝哦。孩子们神采奕奕，很是开心地拿出来同苏锦分享。娘亲，你想要什么自己拿呀。现在的他们可是富有仔。苏锦瞅了一眼，毫不客气地拿走一个流光溢彩的酒樽，打量道：你们这一天天的都快赶上你娘我的手艺了，这拾荒仔还挺有前途。估计老爷子都没想到，他这皇宫还暗藏了这么多宝贝。大宝见娘亲只拿了一个，暗中将自己的小盒子递了过去。那娘亲都给你。哎呀，我们大宝的小宝箱那一定有很多惊喜。都是大宝挖出来的，不好看。苏锦打开小盒子，只见里面都是些或是暗淡无光，或是残缺之物。大宝的宝贝哪能只是一般的东西吗？明觉却是目光定在了那个方方正正、顶部缺了一角的玉石之上。这应是某一朝代的玉章之物，虽是有破损，却不难看出底部浅浅印记，唯有君主可用。想来轩辕老爷子会知道这个东西的用途。苏锦也不管这是何价值，故作夸张的鼓起掌。哇哦，大宝真厉害！说着，他朝着四周眨了眨眼。他可是还记得白日里大宝委屈的小模样，这时候当然要补回来。对，没有大宝，乖宝都找不到呢。你要比我厉害一点点了。大宝讲这话听了个正着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显然也是个喜欢听吹捧的仔呢。爹爹以后也很需要大宝帮忙呢。全家一番合力夸赞之下，大宝完全忘记了白天失落的小事，整个仔都飘忽了起来，直至睡梦中嘴角都是带着笑的。苏锦将孩子们哄去睡觉，这才悠闲地擦拭着头发。想到今天的事儿，随意的
想来宫里很快便能热闹起来了。你想引那人出手？明觉顺势接过，细细的帮他擦拭着。是啊，不想再等了，早点解决，这样也能早点升级吧。明觉看了他一眼，他知道他这般做可不是单纯的想帮轩辕老爷子排除隐患，应是另有原因。男人笑着摇了摇头，并不在意，也没多问。明觉心思一转，似是想到什么。宫里将要热闹了，想必宫外也是不差。是啊，都热闹着呢。那南宫家今日的热闹好不好看？苏锦半垂着眼，想也不想的便道：好看呀。苏锦迷迷糊糊的应了句：他刚才问啥？似是才发现自己说了什么，猛地睁开了眼，再无半点困意。苏锦慢慢抬起头，看向了身旁的男人。明觉也目光定定地望着他，深邃的眼眸泛着幽光。两人对视，谁也没有开口。没想到吧，他搁这儿等着呢。宿主，你终究是没躲过呀。苏锦现在已经没工夫理会这幸灾乐祸的系统，小声道：我说今天只是路过，你信吗？明觉淡然一笑，望着他也没说什么。我发誓我没看也没听，不信你看，我都准备了这东西。示范着塞进了耳朵里，上前抱住人，很是真诚地举起手，绝不再犯。他仰起头，眨巴着眼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明觉看着他塞进耳朵内的东西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故意没去看他，语气平淡道：若是妻主大人以后想看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苏锦快速摇了摇头，男人板正他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诱惑，俯身轻语了几句：外面之人有我好看吗？不仅可以看，还可试试。苏锦佯装镇定，没有说话，却在心中大声叫道：系统下线。你在江南少见雪，我在京城无言语。又看一年风雪落满地，秋去冬来未有期，漫漫人间不见你，何时才能与你再相遇？可惜京城的雪，它落不到江南，那片片相思又有谁在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止三哥在里面。那个女人呢？趁他受伤之际和他儿子搞在了一起，这若是平日他会愤怒教训一顿，将人处置了便是，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事儿竟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。老爷，连夫人还在院中跪着。说苏锦是如何进来的，可没有一人阻拦。父亲，苏锦她不是女儿邀请来的，她是从房顶出现的，对我南宫家很是熟悉。女儿有去吩咐人来，却不知为何迟迟不见人来。苏锦，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。想到前几日收到的信函，眼中的狠戾定了定，亲自交到陶家家主手中，不得有误。老爷放心。转身看向身后的管家，按计划行事，皇城中我要那百味坊销声匿迹。朝堂他争论不过，但这商场是他南宫家的地盘，一道道吩咐下去，男人这才觉得心口的那股戾气消散了些许。然而没多久，一道经文却打得他措手不及，愣愣地定在了原地。混账东西，岂容你乱说！哎，老爷，奴才不敢。张管事、王管事已经在外等着呢。等什么等？让他们给我滚进来！老爷，我们南宫家在外边的几条商路都被人截胡了，原先同我们合作的都避而不见。老爷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们这货送不出去，可就要砸手里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都给我闭嘴！何人所为？老爷，还未查明，我等是刚被拦截而回。废什么话？还不滚去查！所有的事儿都赶到了一起，像是有人特意同他南宫家作对一般。作对？忽然间他想到一个人，苏锦。心中存了疑，对着下人吩咐了几句。
南宫前扶着酸痛的身子，按了按眉心，这才重重地坐了下去。陛下病重垂危，我心甚痛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所以趁着陛下还能再坚持，就10日后改立新君，诸位没意见吧？大元太子妃，你放肆！陛下还在，你如何敢说出这等话？我就是这么说了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原来你一开始便打的这等主意，另立新君，陛下还未，你如何敢？我这不是跟你们学的吗？诸位莫不是忘记了，在最初是你们自个儿嘴上叫着另立新君，怎么我说出来就不行了？还是说诸位有更满意的人选，说出来嘛，大家讨论讨论啊。他这一番话瞬间堵得一众人心头梗塞，纵使心思各异，也无人挑破。没那个胆子就少废话，我不是投你们商量，而是通知10日后，记住了。他也不管这些人面色如何，大笑离去。野心不小，豺狼虎豹也不过如此了。暗处的波涛来势汹汹，然而却丝毫影响不了崽崽们的兴致。小家伙们收拾好了小背包，熟门熟路，迈着小短腿儿，欢快地朝着正殿冲去，小腿窜得飞快，四处洋溢着孩子的笑声。但在靠近殿前，却立即停下了脚步，理了理自己的小衣衫，规规矩矩地跟在威宁将军身后走了进去。来到床榻旁，3个孩子如往常那般，先是认真的问好：“先生好，我们又来看你了。”随即开始了每日的教学。今日我们来说第2回目牛二蛙的故事。小时候的牛二蛙很淘气，为了躲懒，学邻村的孩子装病一睡不起，可吓坏了他的娘亲，最后被拖回家打屁股了，可惨了。二宝停顿了片刻，大眼睛悄咪咪朝着床上看了一眼，表情带着些小严肃。先生，你要好好听，不要走神。老爷子听没听无人可知，孩子们还是有模有样的读了下去。二宝念了许久，小小的缓了口气儿，这才郑重地将书册交给了大宝，让他继续念，犹如给学生上课般。3个孩子轮流当起了老师，一板一眼地传授起了知识，直到结束了每天的授课，这才收拾起自己的小东西，准备离去。先生，你乖，明天我们再来教你呀。说完，3个崽崽也不多留，迈着小短腿儿，意气风发地朝外走去。哎呀，乖宝忘记了很重要的事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小步子一转，噔噔噔冲到床榻前，小手一翻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念起了什么。轩辕父意识渐渐归拢之际，只觉耳边嗡嗡嗡的，昏沉的头脑犹如被人敲打着一般，令人烦不胜烦。眼睑微微抬起，一丝白光袭来，带着阵阵眩晕。轩辕父眉头紧皱，快速合上了眼，适应片刻，又再次缓缓睁开。只见一个女娃娃闭着双目，嘴里念念有词说个不停，却未听清一句。轩辕父脑中闪过一些片段，黑沉的眼眸紧紧盯着乖宝，也不出声。就在此时，乖宝施法完毕。他现在虽然不厉害，但是爹爹说过，再小的能力若是长期坚持，也会变得很厉害的。他每天施法一点点，先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乖宝自信满满的睁开眼，瞬间与一道幽暗的眸光对上。乖宝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置信的张大嘴，确定没有错，惊喜的跳了起来。殿外的威宁将军走了进来，来人激动的想上前行礼，哪知话音刚起，便见榻上之人眉头一拧，缓缓闭上了双目。再睁开时，眼中已是再无半点暗色。轩辕纯嗓音带着沙哑道：“可有事？”回陛下，一切入场，密旨已宣，大元太子妃安排10日后。威宁语速极快地简单交代了一番：“你们下去吧，配合苏锦便是。别担心，不是。”短短几个字，已是用尽全力。话语还未尽，眼神却倏地转变，像是换了个人一般，带着说不清的暗沉之色。他一动不动，盯着面前的3个孩子。二宝歪了歪头，看着先生，眼中有些疑惑，小眉毛拧得紧紧的。我们可担心了，先生你不乖。对，大宝都瘦了，可想你了。乖宝见他不再开口，抓起先生的手，暗中朝他眨了眨眼。先生，
你要替乖宝保密哦，乖宝以后再给你施法呀。轩辕父看着这个趴在身前还抓着他的手胡言乱语的女娃娃，紧皱的眉宇更显锋锐。然而自信满满的乖宝丝毫没有多想，自顾自地拉着他的手悄悄盖了个章。以后我会保护你的，我法术可厉害了。轩辕父面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却也没有收回手，另一只手费力地掀开被角，准备起身。哎呀，不用掀了。乖宝说着话，还不忘给他重新盖上了被子。轩辕父额角跳动，说的是鞋吗？说的是鞋呀！他要起来，他想穿鞋。轩辕父狠狠闭了闭眼，意识一沉，再次陷入了黑暗中。三个崽子见此，小声地叫了几声，却不见人醒来，对视一眼，有些失落。苏锦来接孩子时，也是听闻了此事，越发确定老爷子是转好了。娘亲，先生有些奇怪。听二宝说完这话，但苏锦却知道这是老爷子的两种人格在交替转换。这般短的时间，人格转换几次，他不知这是好是坏。但既然人醒了，也算是极好的消息了。其余的也只能等老爷子清醒之后再问了。太子妃，今日百味坊采买之际，无一家愿意出货，仅剩的库存怕是难以维持多久。来大梁时日尚短，庄子上种植之物还未成熟。苏锦头也未抬，神情更是毫不在意。被人找事儿什么的，是他最喜欢的事儿了。既然人家已经出手了，那还等什么？给他收个尾巴。是。明日多安排些人，随我去要债，以钱压我。但愿整个南宫家能赔得起。隔日一早，苏锦意气风发地打理好自己，一个转身堵在了门前，朝着男人眨了眨眼，炫耀道：走，带你去看看我将要得手的地盘。明觉无奈一笑，也没问，随他走。我南宫前在此有礼了，这次请诸位前来，便是有要事相求。四大家族向来齐心协力，共同进退，在此后言请各位助我南宫家一臂之力。那大元，哈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你需要多少尽管开口，我老钱别的也帮不上忙，只能出些银钱表表心意。钱家主还是这般爽快，但今日之事与银子无关，自然也不会让诸位白帮忙。大麒麟家的那条商线，便是在下的诚意，事成之后自当拱手送上。可我怎么听说南宫家几条商路都出了问题？莫不是夏某人听差了？诸位莫要听那一时传言，这商线是我南宫家几代打下来的基石，又岂是他人几句话便能拿走的？不管是何人拿去，吃了的终究是要吐出来。我南宫家这些年也不是白混的。南宫兄，你的为人我最是清楚，如此把陶家，就舍命陪君子，你尽管开口便是。想来夏兄前兄也定不会坐视不理。乾坤夏风对视一眼，也不再说话。陶兄仗义，我四大世家是该如此相互帮扶。各位也是听闻了那大元太子妃所行之事，我南宫家便是受害者之一，指望诸位助我一臂之力，给此女做下一局。他像是铁了心，将这三人绑在自己船上，一番利诱，将计划大致说了一遍。此刻四人正畅谈着事成之后如何分配之事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几个下人慌乱地跑了进来，丝毫没有顾及有人在场。老爷，府外面来了好多人，将整个南宫家都围了起来。别说是他，另外三位世家之主也是神情一怔，何人会如此大胆？三人连连催促。南宫兄，你快去看看。南宫前气息一沉，面带狠色，一拂袖摆，大步离去。身后那几人眼中却都带着些欣慰，一副想看戏的模样，悠闲地跟了上去。南宫前带着下人赶到时，见到的便是一群身板直挺、手持佩刀之人，将府门外围了个严严实实。而南宫家的护卫虽是挡在前方，但人数上就岔开了一大截儿，气势弱了很多。然而侍卫只是堵着，却不开言。不管这群人如何叫嚣，回应的皆是那冷冰冰的目光。而制造这一切的正主，此刻还在车架上悠闲地下着棋。明觉暗暗放水，苏锦装作不知。
直到系统提醒他人都到了，苏锦这才假装谦虚道：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又赢了。今晚我要听大灰狼吃小白兔的故事。他朝着人眨了眨眼，语态俨然却满含暗示。明觉别开脸，眼中的笑意一闪而过，却也轻轻应了一声。苏锦满意了，志得意满地拉着人下了车架，气势十足地朝着南宫家而去。苏锦，你还敢来？谁呀你？别乱给自己加戏，一边去！转向眼神仿佛想要吃人一般的南宫前亲切道：南宫大人今日在家呢。哟，身后这几位这是在商量大事呢，那还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我南宫家不欢迎你，带着你的人离开。你欢不欢迎不重要，我难不成不会自己进去吗？你……南宫前说着便想冲上前，陶顺做事老好人，上前拦住，打了圆场。哈哈，见过大元太子、太子妃，陶某此次应邀前来做客，哪知还能遇上两位贵人呢？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好好说。南宫兄并无恶意，太子妃想来也不是有意伤他啊，各退一步，勿再伤了和气嘛。明觉眼眸微抬，朝他看了一眼。苏锦还没说话，朝着萧管家方向手一伸，萧管家反应极快，踏步上前，无需多话，直接将厚厚一沓册子交到了苏锦手中。我啊，今日可不是来看你这张老脸的，瞧见没？我是来要债的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休要胡言，我南宫家如何会欠你钱？无理取闹也要有个限度。行了，别气了，现在就这样，待会儿你还不得死过去？他也懒得再费口舌，一把将册子抛了过去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上面那些货主都是谁？南宫前见他眼中带着嘲讽，不知为何心中倏然一紧。一定是我想多了。苏锦百无聊赖，转向明觉：乖，等会儿带你进去，看中什么就拿。不过想来这家也没什么好东西，那等赤色暖玉都当宝贝的，也不知这世家的名号是不是乞讨来的。是，现在的世家呀，实力参差不齐，在外风光无限，内里多是强撑荣光罢了。例如，明觉淡淡扫了一眼，看似谁也没说，却是令在场之人神色都变了又变。苏锦似是认同的点了点头，看着南宫前面色越来越难堪，难得心善了一会儿。你慢慢看，等你便是。话音刚落，萧管家一个隔空意会，转身片刻功夫，刷刷几下，带着手下不知从哪里搬来了桌椅，动作相当麻利。管家躬身退至一旁，苏锦神情自然地同明觉坐下，这方悠闲，南宫前却是盯着手中的东西，冷汗直流。不是真的，他哪来的钱可以买下这般多的产业？还有这墨石矿山、揽月商行，如何都会在他手上？他想到前段时日揽月商行找到他定下的合作，比欠款。他现今如何会不明白，这是给自己下的套，堵住了他所有的商路。好歹毒的心思。见他面色不对，周围渐渐围聚了过来，几个世家之主都探出头，想要一探究竟。不多时，面色一个比一个怪异。陶家主盯着这一份账目册，下意识朝着苏锦看去，岂料像是在等着他一般。明觉凌厉的目光不闪不避，将他看了个正着。怎么，你怀疑他？啊，查查便知。苏锦也没多问，暗自将人记下了。苏锦，好歹毒的心！气怒交加，加之伤势未愈，南宫前终是忍不住身体摇晃了几下，靠着下人身旁捂住了心口。哎，老爷，你怎么样？大元太子妃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。南宫家固然有错，又何至于？前兄就是过于冲动罢了，他没有坏心的。苏锦听了这话，端起热茶，一个按劲儿，手中的茶盏连带着滚烫的热水砸了出去。陶顺眼神一厉，下意识想要躲开，心思电转，却又生生地忍了下来。四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轻。大元太子妃，你这是何意？我陶某人可不曾得罪于你。我看你方才说了那般多的话，想必定是口渴了。怎么送你盏茶水你接不住，还怪我喽？老狐狸深藏不露啊！
他夫郎的感觉没有错，这人不仅有问题，还是大问题，心思深沉，武艺还不低。好了，前戏就到这里吧，该看的都看了，还有那些个欠款你也抵赖不得，这是你同蓝月商行签下的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现在这商行归我，如今我来要债，有何不对？左锦，做局害我！哎呀，这人呐，就是奇怪，只许你害别人，但凡有人反击，那就是心思歹毒，礼尚往来，不应就是如此吗？说完，苏锦也不再理会，走，带你去看看我未来的地盘。给我搬，但凡值钱的都带走。南宫家一众人何曾见过这种阵仗，目光都带着些惶恐。大元太子殿下，您身为储君，定是有为一国之君的胸怀。太子妃如此行事，您真的不顾及名声，要任其妄为？明觉仿若未闻，丝毫不在乎他说什么，安静地向着苏锦身后侧了侧。哼，你还敢告状？看把你厉害的！来啊，去那处院落，靠近西侧小书房内有一堵书架杂楷，我掐指一算，里面有宝。南宫乾现在也顾不得想他为何知道，大叫道：住手！停下来！给我拦住他们！太子妃，给我些时日，钱我会还，你给我些时日。他抖着手不断地重复着，终是软了下来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南宫家虽是与你有过节，但你也并未吃亏不是？这些银子虽是你坑，南宫乾忍了忍，改口道：是我贪心欠下的，但我南宫家也不是还不起，只是近来出了些事儿，给我些时日。你觉得我缺银子吗？你难道现在还看不出来？他状似摇了摇头，带着几分怜悯。我呀，就是单纯的想修理你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清。苏锦，你非要鱼死网破。你也死不死我不知道，但我这网它是破不了。说来你也是可怜，至今还没弄清楚状况。上次被打的怕不是身子，是脑子吧？话语未停，他踏步上前，眼中带着寒光，厉声道：你出手对付我时，有想过同我商量一下吗？那又凭什么要我对你网开一面？南宫大人拿圣人的德性苛求别人，拿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你这双标的玩意儿很溜啊！太子妃已经都收拾出来了，一个不少。人多就是好，行动快得不可思议。东西放下，银钱我现在就给，放下。这些密室内的东西可是他们南宫家几代积累下的宝物，进了我的口袋还妄想要回去，做梦呢！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，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这些东西我定是要带走的，谁来了也没用。苏锦冷笑一声，指着南宫乾，语气带着些嘲讽。说起这一招啊，我可是跟你南宫晴学的。这皇城有多少货商被你设计陷害，赔尽家财？抄家这一套你玩得很顺啊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我技高一筹，学你所为，在此要多谢南宫大人赐教了，此法甚好。不顾身后之人面色如何灰白，拉起明觉便走。南宫乾也不再叫了，跌坐在地。他目光怔愣地看着一箱箱东西抬离府内，连日的打击加之伤势未愈，他终是忍不住一口血咳了出来，倒了下去。先生你乖，学习要认真，不可偷懒。小手快速地翻了翻，学会了吗？乖宝见他沉默不语，学着爹爹平日鼓励自己的模样，拍了拍他的手。没关系，慢慢学，乖宝不会嫌弃你的。他一定要教会先生，以后他就能不生病了。轩辕父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的手，额角跳了跳。回去。先生，你会了，真的？那你多给我看看呀。他开心地转了一圈，两手攥紧抱在胸前，看着榻上之人，目光带着鼓励。轩辕父狠狠地闭上了双眼，拧着眉沉默半晌，第一次主动将身体让了出来。大宝二宝在不远不近的座椅上乖乖地等着妹妹，时不时伸头瞅一眼，却没有上前。大宝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晃荡着小腿儿，像是找到什么好玩的，自顾自玩得起劲儿。二宝则是想到先生近来的变化，小眉毛一拧，眼中带着疑惑，有些不放心，悄悄离开椅子，弓着身子往一侧倾斜，耳朵竖起，企图听见什么。大宝见他如此，也悄悄凑了过来，两个小脑袋瞬间挤在了一起，
却只见妹妹开心地转了几圈，更加好奇妹妹在说什么。苏锦到来时，第一眼见到的就是2个小家伙圆滚滚的小屁股，贼兮兮地伸着头。他想也不想，上前就是一拍。崽崽们立即身子一正，慌乱地坐回椅子上。见到是娘亲，这才小小的松了口气。乖宝噔噔噔跑了过来，开心道：娘亲，先生好厉害，他学会了。苏锦秒懂，老爷子感觉如何？无碍。您快点好起来，否则大梁这朝堂估计留不下多少人了。随你。他像是毫不关心苏锦如何折腾，不曾过问一句。那我就不客气啦，很快就收网了。此时捞条大鱼宰了，给您去晦气。苏锦不紧不慢将自己的计划一一道来。老爷子上下磕了磕眼，似在点头般，很是敷衍。而后就没再看他，目光努力向他身后探去，却什么也没见着，眼神不悦地朝他移了移，未说一句，但那意思很明显，让他移开，挡住崽崽了。苏锦心情复杂地侧了侧身，崽崽们顺势凑上前。轩辕纯看向3个孩子，眉眼都揉了几分。先生，你有听见我们每天说的话吗？先生，大宝也有教你读书啊，你没有听见没关系，我再给你念念。小胖仔说着话，动作迅速地掏出之前背下的小册子，晃着脑袋读得一本正经。先生，你要认真听呀。轩辕纯跟着点了点头，如此这般，他还不忘时不时跟着乖宝翻一翻手。他也不问原因，不说话，却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到，耐心十足。苏锦坐在不远处，眼神呆滞，望着这一派和乐之象。或许他不应该在这里，耸耸肩，果断离去。哼，我也是有人疼的。当苏锦推开房门，男人低沉的嗓音传了过来：孩子们呢？怎么这般早便回了？苏锦抱人的手顿了顿，抬头瞥了一眼，语气状似无意。孩子不在，失望了？明觉敏锐的察觉不对，将人揽住，轻声道：怎么了？身为一家之主的苏锦，怎么能说刚才自己输给了崽崽这么幼稚的话？果断转移话题：心冷，需要暖。明觉做事将人抱紧，眸色一深，嗓音暗哑道：如何暖？你说。苏锦立意之际，却猛地被人打断，相视一眼，都带着些不悦。苏锦忍着火气，安抚了男人：喂，等我回来继续。再转身时，温柔不在，气势匆匆地走了出去。何事？太子妃，穆家、姚家之女都在宫门外候着呢，言道要来还债。苏锦愣了一下，这才记起这是去南宫家看戏，那些女子按下的欠条。带他们进来吧。见过大元太子妃。不是来还钱的吗？愣着干嘛？净耽误事儿。对，太子妃，你看看，数目绝对不少。太子妃，这是我的，也只多不少。这是我的。昨日南宫家那事儿可是震惊了整个皇城，一想到他们还欠着苏锦的债务，一个个吓得夜不能寐，恨不得当晚便将银子送来。太子妃，请您务必快收下。对，看看少了没？他也没废话，看了一眼，假装去取东西，实则从系统那里拿出被他抛到角落里的一叠东西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就走吧，赶紧的。没有。太子妃，云兰不知事情始末，上次之事误会了您，不知能否给云兰一个赎罪的机会？行了，原谅，你多回去吧。啊，最近天气转凉了，不回家暖被窝，还来耽误我。一个个都是单身狗，但我不是啊，真是没眼力劲。小女听闻太子妃家中3个孩子甚是聪慧，小女资质平平，唯独这一手绣活能拿得出手，还望太子妃不弃。苏锦挑眉看了一眼，既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接过来查看，远远看去确实讨喜。若是3个孩子见了，不说旁人，乖宝定会第一眼便会喜欢那只老虎。这3个
像是完全迎合他家孩子的喜好般。怎会这么巧？不用吩咐，系统早已将面前之物一一排查，并未有任何异样。这看着倒是精巧，想来费了不少心思吧。小女从小便爱这些小物件，每晚抱着才能入睡。太子妃不嫌弃便好。这可是父亲建议他送的，本是想着会不会太过寒酸，还是父亲劝他心意最是重要，这才下了决心。不知你是哪位府上的千金，届时也好感谢一番。小女乃是陶家女，复名陶顺。好了，也无需问了，这是苏锦的头号嫌疑人。东西留下，都回吧。一众女子如释重负，陶云兰也弯了弯眼角，告辞离去。苏锦看也没看，待人走远，手一挥，几名暗卫俯身上前，将他们给我弄下去，尽量不要碰触，远离皇宫，好好查验。不论如何，拆了也好，我要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，找寻几位太医协同。苏锦心思越陷越深，思绪快速转动，想着可能出现的问题。明觉到来时，人还陷在自己的想法中，他也没打扰，静静地陪着。上次的那人今日令其女儿送来了几个东西，我派人探了，此人确实会武，截获一封密函，看似好友间的慰问，但其尾字皆有他意，最后更是附上了一句未尽之言，便戛然而止，再无下文，应是暗语。看来多半是他了，即使不是他，也应是重要之人，盯着吧。其他的他并不打算再做，免得打草惊蛇。若是将人吓跑了，之前那些布置岂不是白费了？他还要靠这人生最后一集呢。微服给你准备的披肩为何不穿呢？父亲，我不冷。东西送出去了吗？父亲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只要女儿诚心道歉，再送上代表心意之物，她肯定不会拒绝。话还没说完，陶顺不似方才的慈眉善目，一个激动，紧紧抓住他的手臂道：他收下了，可以说些什么？父亲，你怎么了？放手！云兰，你还未告诉为父，太子妃收下了，可以说些什么？太子妃很喜欢女儿送的东西，夸赞了女儿，都收下了，并没有说其他的。好，喜欢就好，真是父亲的好女儿啊！陶顺心中大喜，也顾不得身后的女儿，连连朝着书房前去。陶顺来到书房，再也无需掩饰，大笑几声。他还当苏锦不会收下，只当是碰碰运气，谁知还有这般惊喜，真是犹如天助。果然那人说的没错，他是天生的帝王命，定会一帆风顺。启禀太子、太子妃，当务属下试过百种方法，皆无处得知其用途，看似如正常的精美绣物一般，内里也未验出毒物，无法。属下斗胆取其，将其火烧之后，这才发现了一些气味难忍，不似锦缎的残灰。说罢，双手托着一物捧至前方。苏锦下意识拦住明觉，自己身子一轻，无需靠近，便能将此物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虽不知这是何东西，但是这气味他熟啊。那大于国师府内种的一棵棵古怪的树，燃烧后就是这个味儿。若不是确定那国师死的不能再死，他还当人又出现了呢。他当时毁掉了那般多的树，难不成其他地方还有人种？道长曾在大齐边境出现过，我会再派人去寻。为何他想什么，这男人都知道？你先下去吧，那些东西全都烧毁处理了。是。待人一走，他一个侧身，猛地凑到明觉身前，将男人下巴挑起，说：“你是不是会读心术？”读心术？放心，这里没有别人，我不告诉其他人。他猛地一拍脑门，像是想到什么。嘘，是不是不能说出来？那你就眨眨眼。他一个重生的，有个金手指不是再正常不过吗？他之前怎么没想到？明觉瞳孔逐渐增大，盯着苏锦一动不动。
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明觉知道眼睛酸涩，这才无奈地闭上双眸。他常常因他脑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感到哭笑不得。苏锦见他双目紧闭，上前戳了戳。他这是为了不眨眼吗？见人如此，也不再逗他，在男人如玉的面容轻啄了一口。好啦，知道你没有，怎么还怕我失望啊？睁开吧。明觉仿若未闻，动也不动，仍旧像是睡美男般合着双眸。苏锦叹了口气，一副拿他没办法的样子，上前按住，就是几个么么哒。明觉这才悠悠转醒。苏锦当下就认定了，这男人呐，就是被宠坏了。终是到了苏锦在朝堂上定下的储君登位之日，虽是不敢不来，但都是一副绝不认同的架势，等在了议事殿。今日我等就这么看着大梁易主，那你想怎样？如今连掌管兵权的威宁将军都不再出面，他手中又有陛下的密旨和禁卫军的令牌，我们如何反抗？唉，下官现在唯一期盼的是陛下身上能有奇迹出现，愿我大梁能安然度过劫难。比起脾气反复无常、手腕强硬的陛下，那总是满脸笑意却杀人不见血的大元太子妃才更为可怕。没有对比，不知珍惜。太傅为何没来呀？太傅病了。可恶啊！太傅那等修养都被太子妃气病了，真是……唉，未能护住陛下，保住大梁，是为人臣子的无能。过了今日，我大梁便可能成为大元的附属，更是那妖女的天下。若是今日能有贤能之士站出来，于某定当配合。于某之愿，唯我大梁不依附于他国之下，仅此而已。哼，好一个定当配合，原来是在打这主意，将谋逆说得这般义正言辞的，我倒要看看今日是何人站出来，于峰又是在为何人做铺垫。这边一切准备就绪，他今日特意让工人给他画了一个霸气的妆容，那种一眼看去就贼坏的妆容，势必要将这反派进行到底，等着正义的主角出手对付他。明觉不知他是何意，忍着嘴角的笑别开了脸。你为什么不看我？明觉一听这话，很是乖觉地直视了过来，深邃的眼眸满含深情。男人，你果然是看中了我的内在美，小样，眼光还挺高。外在也美呀，哪有？明觉眉眼带笑，做事受力不住，虚弱的咳嗽一声，身子向后倒去。苏锦心中一紧，赶紧踏步上前，一个回手掏，将人腰部搂住，身子带了回来。他平日很注意力气，应该没伤到才是。疼吗？语带怜惜，心疼地揉了好一会儿，想着日后定要好好收着点力气，这才抬起头看去，却只见男人半眯着眼，很是享受，哪还有方才难受的模样？不可如此胡闹，今日还要办大事呢，乖。我说差不多就行了，男人啊，只会影响你出刀的速度，赶紧的放下他。说完，他还暗搓搓瞪了一眼明觉，一天天就会迷惑宿主，哼！哎，急什么？总要给他们溜进皇宫的机会呀。他将整个皇宫的守卫都做了安排，必定让那群人体会什么叫做宾至如归。皇宫最后一道防线就靠你守卫了，一切小心。苏锦没有回他，将人抱住，附在耳畔轻言几句，又快速放开，这才转身离去。好了，人都到了，仪式开始吧，咱们就一切从简，意思意思，
反正过了今日，你们都要听我的。是听我家仔仔的。大元太子妃，我朝陛下定下的储君是你的3个孩子，却不是你，为何只你一人前来？储君何在？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？我都这身打扮了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你是何意？岂容你再次胡闹？不见储君，你莫不是……对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孩子只是我用来做掩护的，没想到吧？系统学着他的模样，也跟着掐起了腰。要多猖狂有多猖狂，学的简直一模一样。今日便是我登位之日，来人宣诏。下方一片哗然，禁卫军早已得了吩咐，此刻见人想要闹事，上前一步，一道寒光闪现，长剑便架在了脖颈处，只需分毫便能将人血溅当场。躁动的朝臣们默默收回踏出的脚，往后退了退，一副愤慨之相，却无人再敢上前。于峰也没了方才口若悬河鼓动他人之色，此刻安静的出奇，只是目光却不时地朝着殿外看去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苏锦也穿过众人，眼神瞬间锁定了他，带着一丝期盼。工人准备完毕，眼看就要宣诏，苏锦怒其不争地朝着殿外瞅了一眼，真慢，造个反都磨磨唧唧的啊！宿主来了，大梁将是我的了，谁来也阻止不了。3、2、1，到你了，打脸的时刻到了。慢着！一男子带着人踏步而来，气势十足，眼中带着坚定的神色。大元太子妃，这是大梁，你想做女帝，只能是妄想。国之灾难，匹夫有责，陶顺定不会让你如愿。陶顺，你为何在此？哈，陶某人听闻宫中巨变，特请来友人相助。陶某虽是一介商贾，但祖上也是深受皇家赞誉的有功之臣，作为其后辈，如何能坐视不理啊？于某素来听闻陶家主大义，临危之际前来救驾，免我大梁附庸他国之下，此为义举。想来百姓也会理解，请受于某一拜。于大人言重，受不得。国之难，陶某定当义不容辞啊！两人一番往来，唯有2位官员上前附和，其余皆是静默不言。这般情况如何不明白？披着救国外衣下的谋逆罢了。哼，陶家主，你可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！你说他说那么多累不累？什么时候能想到我啊？我是不是太没牌面了？他这个呀，就是有当有立的典型，多好的教材呀！也是，人生的尽头总要尽情抒发一下嘛，不然怕是没机会了。眼睛一会儿看看这边，一会儿瞧瞧那边，一群人来来回回就那几句装腔作势的话。我说啊，你们在这儿你一句我一句的，烦不烦呢？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砍对方几刀啊？一点也不会解决问题。陶顺面色一正，视线向他扫来。行了啊，别唧唧歪歪的一堆废话，操个反还整得像英勇就义一般，又当又立，你装给谁看呢？你自己瞅瞅，在座哪个不是心知肚明啊？就你那几个狗腿子配合你，还真把自己当大英雄了。苏锦，牙尖嘴利也终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来，跟我学学，大喝一声我要造反，我还能敬你是条汉子。陶顺朝着于峰看了一眼，于峰上前一步：大元太子妃，你休得再胡言！陶家主此番不管为何，都是在救大梁于水火，至少比落入你之手要强。诸位，然而话音未落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只见他胸口赫然插着一把飞刀。瞧我这手呀，他听不得狗吠，一个没忍住。你看，你这个主人也真是的，让狗腿子帮你出声算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是要造反的人，能不能有点牌面？来，有什么话自己跟我说。将他给我拿下！他也不再多话，退至一旁，身后之人听令冲了上去。苏锦身前的禁卫军反应迅速，立即挡身上前，拔刀相向。这就对了，不服就干，来呀，都动起来！兵戎相见，两方人马显然要打起来的架势。被挤在中间的朝臣们左右看了看，已是无路可退。陶顺、苏锦一人占据一方，多数人已是上下哆嗦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丞相想也没想，朝着苏锦那方走去，行了一礼，寻求庇护。有眼亮的赶紧跟在丞相身后，但更多的是左右摇摆不定之人。
他们谁也不想选呢，这与赌生死有何区别？生死瞬间，一番挣扎，一扭头，全冲向了一方。陶顺眼中的傲然，在见到这些人一个个走向苏锦之时，一点点龟裂。这比苏锦方才骂他还要令他愤怒。好，既然都想去死，定成全你们。苏锦却甚是嫌弃：“去，一边待着去，别过来碍事啊！”许大人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我记得你最是痛恨的太子妃，我还当你会选择。哼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点面子算得了何？命都要没了，谁还在乎那些？也不知为何，两相对比，他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魔头苏锦。不管这女人举止如何嚣张，但毋庸置疑，在她身后感觉很安全呢。苏锦却不知什么地方抽出一把大刀，扛在了身上。我来了，太子妃，你还是留下比较好。那个禁军武艺高强，非其他士兵可以比拟，不用担心。对，给我待着去！今日谁打扰我，我跟他急。说罢，也不再理会这群人，大步冲了出去。整个大殿瞬间变成了战场。很快，战局扩充至了外部，兵器交融之声当当作响，皇宫陷入了混战。苏锦一方看似被动防守，却未见一丝起色。陶顺眼里的阴霾越来越深，但不论如何，这一次他只能成功。既然一切皆因这个女人而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全力击杀苏锦。苏锦抽空向他看了一眼，差点没把他乐坏了，朝着陶顺方向抱了抱拳：“谢了。”这种热心肠的好人不多见了。宿主，别乐了，省点劲儿，一大波飓风即将袭来。陶顺心中的怒火更甚，他死忍住了想要亲自动手的冲动，告诫自己不能心急，已是这般关头，绝不能有一丝差错。明觉自苏锦离去，便带着孩子来到老爷子身旁，哪怕早已知晓无需自己出手，也按照苏锦的吩咐，安静地守在了最后一道防线上。轩辕父望着明明不到时辰却突然来此的孩子们，起身活动的身子瞬间僵了僵。轩辕纯那蠢货明明身体恢复的不错，硬是装成虚弱，还不让他暴露半分。先生，你会走路啦？轩辕父没有说话，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崽子们全都拥了上来，围着先生就是一顿夸奖。先生你好厉害呀，可棒了呢！轩辕父本是想将手背在身后，却被人猛地拉住，脸黑的抽了抽，愣是没抽动。只见那唯一的女娃娃弯着眼角，紧紧地拉着他。轩辕父额角跳了跳，立即将视线转向了明觉道：“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得我家太子妃吩咐，前来守着皇宫最后一道防线。”轩辕父拧了拧眉心，这才想起苏锦曾同他说过的事儿，他当时也没放在心上，左右不过是些找死之人罢了，还不值得他记挂。他看着挂在他身上的小胖崽儿，还有一直悄摸摸打量他的二宝，他又试图抽了抽手，果断咬牙道：“既然人都打进宫了，那还等什么？朕要亲自去看上一看，现在就走。”崽子们听闻这话，也知先生要出门了，乖乖地放开了手，移到了一旁。轩辕父朝着乖宝瞥了一眼，果断离去，脚步越走越快。明觉注视着他离开，却没有半点跟去的意思。他说过，要让他留在最后一道防线，就绝不会食言。而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唯有孩子。系统从最开始的兴奋，也开始麻木了，一点点的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来临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信号不知发出了多少道，为何一人未见？我的人呢？怎么陶家主还在等人呢？瞧我这记性，我是不是忘了告诉你了？你的人马啊，我好心派人帮你收留了，就在你进宫后，宫门关上的那一刻。惊喜吗？苏锦，当我会信吗？今日我未成事，你也休想好过。皇城外早已被大军包围。你说那什么临江驻地的太守啊？那人我熟，来啊，让他见见家人。临江太守，这可是威宁将军亲自前去擒拿的人，当天便处死了。你已知晓？你说什么事儿啊？是你刺杀太傅之事入宫行刺，还是谋逆之事？为何现在才动手？苏锦转了转手腕，没有回话，冷笑一声，迎身上前。你杀不得我，我若死，那3个孩子也定然活不成，都要给我陪葬。找死！老爷子怎么会来？他不是懒得理会吗？
轩辕父竟然醒来了，他不是气息微弱，命不久矣吗？为何一切都不对，全都错了？不，那人道术高强，怎么会说错呢？他是有帝王命的，不会有错呀。不可能！那人是谁？陛下！一群人眼中闪着光，朝着轩辕父扑了过来，扑通一声，全部跪倒在地。叫什么叫？滚！哎，臣这就滚！陛下默契，保重身体啊！陛下，此人乃皇城4大世家陶家家主陶顺，其父陶群，您是见过的。朕管他什么出身，给我拿下，凌迟处死！想到他刚才说的让3个孩子陪葬的言论，转口道：等等，生前仔细盘问，将陶家给我查清楚，凡只有接触过的，全都给我抓起来。是。苏锦，陶某人入了你的局，此番败北无话可说。但你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费尽心机做这一切终是无用的。轩辕父毫不费力，便将你我2人一网打尽。你也逃不了。苏锦看着已经陷入癫狂之人，趁他仰头长啸之际，想也不想，上前便是一刀。陶顺脚下一转，身手极快地拉过一旁的手下，挡了过去。你倒是狠心呐！那3个孩子怕是不知自己有这般狠毒的母亲吧？苏锦丝毫不想跟他废话，转手再次袭来。陶顺身前仅剩的护持之人皆是死士，这会儿全都迎了上去。将陶家给我处理了，日后这般事直接弄死。他看了眼莫名兴奋的苏锦，也没再管，大步朝着正殿走去。徒留威宁在此等着善后。你真不在乎那3个孩子的生死吗？其实你自己心中明白，我能知道你的事，又怎么会留下你女儿送来的东西？垂死挣扎又有何用？现在可没人救你了。既如此，那……陶顺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袖摆下的手缩了缩，却也没有露出痕迹。他一动不动，似是在等着苏锦上前。毕竟按照这个女人之前的行径，定会亲自出手解决她。他在等。既然我活不了，苏锦又凭什么活着？要死也要拉他垫背。苏锦目光一动，像是无所觉，笑着盯着插在地上的刀柄，丝毫没有再拿起的意思。他冲着陶顺挑了挑眉，似是嘲弄般，猛地高喝一声道：动手！